没有人会被爱情和友情同时背叛，除了我。相恋3载，厮守5季的夫君，早在成亲之前就爱上了与我一同长大的好友。哦，你以为我不想与心上之人长相厮守？我们在一起3年，京城人尽皆知，我必须要与你成亲，给你一个交代。而那曾与我无话不谈的好友，再见之时也变得满腔怨怼。当初我向你安心，我假与不爱之人，日日饱受身心折磨。现如今我落得如此境地，你满意了，你开心了。明明我什么都没有做错，却要为了他们的不幸背负一切，连同我的女儿一起。向雪儿道歉。是他先抢了我的东西，我偏心。听话，咱们一家欠姨娘和妹妹的，要用一生来偿还。你会爱上别的女人吗？当然不会啊。这是5年前崔正言登门提亲的那日，我能听出他回答中的犹豫不决，或许也不会与他2人纠缠半生。我叫江婉婉，一个靠卖簪为生的伶仃女，却意外得了九王爷崔正言的青睐。姑娘有如此手艺，若只在街边叫卖，就太可惜了。他为我买下商铺，出谋划策。他带我出入名流宴会，叫我名声大作。他让我从前6枚铜板就能出手的发簪，被京城贵妇移至千金。然后在我事业的巅峰时刻，他说他想娶我为妻。婉婉是我的至交好友，3年来，我亲眼看着你们恩爱至今，修成正果，替你们开心。我干了。少喝点。你只对婉婉负责就是了，我好得很。尴尬的氛围萦绕在我们3人之间，我不敢信，也不能信，相爱3年且已经定下婚约的爱人，在与我一同长大的好友纠缠不休。嫣儿岁数不小了，也该说亲了吧？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是说，如果你爱上了别人，我可以成全。还胡说什么呀？兔子还不吃窝边草。柳寒烟与你一起长大，情同姐妹，我看着谁也不会看上她呀。可我并未提及姓名，你为何认为是他？啊，因为你说这话前正看着他的背影呢。他眼神一如从前的宠爱，仿佛刚才的尴尬只是幻觉。我呀，喜欢你这般独立自强的女子。柳寒烟遇到点事情就哭着来找你，我烦她还来不及呢。婉婉，我也不想打扰你的，可是我小娘又被主母责罚了，我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她受苦，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家务事你找婉婉有什么用？可是她是我最好的朋友啊，除了她，我还能依靠谁？真是不用。或许是我想多了。走吧，送你回家。后来成亲3月，他与我夫妻恩爱，琴瑟和鸣，却在得知柳寒烟出嫁北地之时慌了神。嫁去北地？他何须如此自轻自贱啊？我要去见他。崔正言，北地苦寒啊，他那样病弱的身子遭不住的。可这又与你何干？我才是你的妻。柳寒烟是你的好友，我担心他也是因为你啊，不然他的死活与我何干？那你不许去，不许过问。他可是你自幼一起长大的好友，我能眼睁睁看着他自甘堕落吗？他口口声声的为我，而我也终于在这一刻断定，
他的心另有所属。若你今日踏出这个门，我们便和离吧。你为何变得如此不通人情？他可是你的朋友。你怎么了？我觉得你恶心。文文，再醒来时已是3日后。你怎么样了？可有哪里不舒服？王妃醒了，快传太医。崔正言，我们和离吧。这婉婉别闹啊！我听话的，没有去见他，3日来也未曾踏出过王府半步。你知道我说的不是这个。柳寒烟已经远嫁北地，这辈子都不会回来了。我还会如从前那般待你好，就让一切都过去吧。为了孩子。那一抹惊鸿，带出风飘过深海中。孩子，也是这个时候。你母亲因为父亲执意纳妾和离出走，你从小就没有父亲的庇佑，更明白一个女人独自抚育孩子的艰辛。你更应该给你这腹中的孩子一个完整的家。娘亲，我饿。婉婉乖，睡着就不饿了。10个头发，让我过来吧。娘亲，你们不许欺负我，娘亲。婉婉乖，别走远，一会儿娘亲就带你去吃东西。娘亲，婉婉不饿了。我与你成亲，尽心待你无一刻疏忽，何况那个横在你我之间的阻碍已经远走北地了。婉婉，放下过去，我们重新开始吧。此后10月，我诞下一女，取名易安。崔正言也尽心尽力做一个好父亲、好丈夫，他疼我护我，对我们的女儿百依百顺。他恨不能将这天下最好的一切都奉来与我们母女。直到5年后，柳寒烟带着他的女儿回来了。举案齐眉，相夫教子的5年，几乎叫我忘记他曾对感情的不忠，以为自己是这天底下最幸运的女子。然后柳寒烟带着他的女儿跪在我面前，生情无才，父君因我庶出之身百般刁难，第一个孩子落了，虽然还是我拼了半条命才生下来的，可不过几年光景，他后院便妻妾成群，我要和离他也不肯，还打了我这一身伤。你先起来说话。婉婉，我知道自己不该回来，但若不如此，恐怕这条命都要搭进去。我倒是无妨，只是可怜了我的血。你先住下，此事本王定为你做主。本王是说，此事交由官府处置，你们姊妹叙旧吧。本王朝中还有事。我终于明白，这5年他从来没有一刻忘记过柳寒烟。婉婉，若你不管我，我就真的没活路了。你放心吧，我这幸运的和离之后便带着雪儿走得远远的，此生再不回京。你身在何处都叫他牵肠挂肚，是否回京又有什么所谓？你都知道了，你别听王爷胡言，我与他清清白白。清清白白？哼！我倒想知道，究竟从何时开始一起背叛了我？婉婉，你知道的，感情这事从来由不得人自己做主。王爷从前是我最讨厌的人，因为他从我身边夺走了你。我母亲是连妾也不如的痛死，自生下我后便被丢在后院自生自灭。
万年聚会之时，陪我护我的只有江婉婉。滚开！再欺负他，我就报官，把你们都抓起来！晦气，又遇上这个疯婆娘！哎，走了走了。疼不疼？好疼！婉婉，我害怕。那我请你吃糖，不哭了好不好？我习惯了事事依赖他，遇到解决不了的事，也第一个找他。可在某一天，他身边出现了一个讨厌的男人，夺走了他对我的关心，分走了他陪我的时间。婉婉，怎么又是你？她今后可是九王妃，本王不想在自己的府中看到你这张令人生厌的。可除了找他，我也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。别哭了，说说什么事，本王大发慈悲帮你一次。真的吗？那段时间你在为太后赶制发差，十有八九寻不到人，每每都是王爷一边说着麻烦，一边为我解决一切。这就是你背叛我的理由？我也不想的，我以为只要我不说，就可以当做一切都没有发生。可是后来王爷找上了我。站住！你别再来了，我不想见到你。你害怕见我，你躲着我，是不是说明你心里也有我？你别说了，我不想听。你该爱的是婉婉。我也以为这辈子一定会和婉婉成亲，可我的心已经偏向了你。睁眼闭眼，脑子里想的都是你，没有办法为了所谓的道义，与一个曾经的爱人成亲。不要，你别说了。嫣儿，我与他是至交好友，我欠他的太多了。我不会为了区区一个男人伤了他的心。王爷若执意如此，我只能离开京城，永远也不回来。我想你应该早就察觉到了什么，所以随便说了一门亲事离开京城。婉婉，我从来都没想过要背叛你。没想过，也早就做过。婉婉，刘寒烟，我不会再帮你。母妃在看什么？嫣也要看。若是母妃想离开这里，易安愿意和母妃一起走吗？离开这里？去别处转转。好呀好呀，带上父王，我们一起去。不带父王？为什么不带父王？父王对易安好，会给易安买汤圆，还会把易安举在头顶上看烟火。好好好，我们带着父王一起啊！小孩不懂大人的是非，至少在易安心里，崔正言是个好父亲。易安，快看父王给你带什么了？是汤圆，我昨日提了一句，父王便记着了。那当然了，易安可是父王的乖宝宝。婉婉，今夜街上有花灯，一起去看吧。这琴瑟和鸣已经演了5年，我想，或许为了易安的快乐，也无所谓再多演些事。王爷今日心情不错，能日日看到你与易安，我自然开心。柳寒烟呢？非提不可吗？他远在北地的夫君忽然同意和离，王爷出力不少吧？他远在北地的夫君忽然同意和离，王爷出力不少吧？京中男子多3妻4妾，我今生却只有你一个女人，你还有什么不满意？王爷这是为自己不值了？我从来没有后悔爱你，也从来没有停止爱你。
但爱是本能，没有人会做到始终如一。我是在某一刻分了手，但我与柳寒烟清清白白，无半分逾矩。我帮他也只是不想看他被别人活活打死，我有错吗？那你如今对他是什么？爱情还是可怜？是愧疚。若非我当日之举，他也不会离经远嫁，更不会遇上那样的夫婿蹉跎半生。我想弥补内心的愧疚，但这不妨碍我还是爱着你和易安。爸爸，你可不可以为了我试一点？母饭，帮易安做一个小兔子花灯嘛。好啊，来个小兔子花灯。那小老虎要不要啊？父王做的小老虎可好看了。孩子是牵制母亲的枷锁，纵然我有无数次想要和离的念头，但一想到这会将易安拉入与我那般的童年，便觉得心下不忍。柳寒烟已经离开了，我想只要他此生不再出现，或许我也能与崔正言就这般做一对浑浑噩噩的夫妻，待到易安成年出嫁。可不过半载，却见崔正言带着我的女儿与柳寒烟母女一同出游。易安啊，该走了。今日父王带你去西郊打猎。母饭，你这些日子带易安出游也太频繁了些啊！这春日里风景正好，若不是你整日里忙着赶制发簪，我也想叫你一起呢。你不是最喜欢跟父王一起了吗？今日这是怎么了？必是小懒蛋，不想自己走路，知道了？父王抱着你走就是了。准备车驾，跟上去。这送簪是为南国皇后赶制，若是逾期，恐怕……易安从前与王爷出行都是欢天喜地，这几次却看着没那么想去，其中必有蹊跷。父王，易安走不动了，要父王抱抱。不懂礼数的小孩，父王不喜欢。雪儿啊，哭了。我来哄吧。好了，姐姐不是有意推你的，雪儿要坚强，咱们不哭啊。向雪儿道歉。是他先抢了我的东西，父王偏心。言，听话，咱们一家欠姨娘和妹妹的，要用一生来偿还，混蛋！你混蛋！这做人要讲道理，是易安推了旭儿，我让他道歉有错吗？我没有，是他抢我的发钗，那是娘亲送给易安的生辰礼，我只想将发钗抢回来，他是自己摔倒的。小小年纪还说谎！崔正言，我没有逼着你娶我。孩子面前你说这些做什么？移情别恋的是你，执意娶我的是你，害他远嫁北地的也是你。要赎罪，你将命给他我也无所谓，但你有什么资格要我的女儿替你赎罪？这5年多，你是高高在上的王妃，生意也蒸蒸日上，我给了你们母女最好的一切。可嫣儿呢？为了我们与那种人成亲生子，多少次差点死掉。不只是我，是我们欠了嫣儿的。与你成亲便是对他的亏欠，难道不是吗？好啊，那我将你还给他，而后再好好算算，这一对渣男你欠我的要如何还？婉婉，我只求一条活路，从来没想过破坏你和王爷的家庭。柳寒烟，你楚楚可怜的样子我看够了，不会放过你。还有你的女儿。王爷，我怕。母妃，父王是不是不爱我们了？那你还爱父王吗？我讨厌父王，他总带着我和薰儿一起玩，但薰儿总是欺负我，还说他娘亲会赶走我娘亲，成为王府的女主人。每次他与我抢东西，父王总叫我让着他，也不想和他玩。可父王说他想和我玩，也非要我去，只要他一出现，父王就不爱怡安了。
母妃带你离开好吗？那母妃还爱父王吗？母妃只爱易安。王妃，南国的陈将军来了，说是取发簪。发簪完工还需3、5日，将军可否再等等？我等等倒是无妨，只因我身份原有，若在此多逗留，只怕你们皇帝心下不安。那我将定金退你。不急，听闻王妃家中变故，不如和离脱身，随我去南国都城。届时莫说3、5日，就是3、5载也等得起。多谢将军好意，但我现在还不能走。不必急着答复，我在客栈等你。人生如丛林，你可以不咬人，但得学会呲牙。正有此意。你有何不满，同我说也就罢了。上和离书是什么意思？你我成亲本就为圣上赐婚，和离也该由圣上做主，有何不妥？好端端的你提嫣儿做什么？哦，让我猜猜。是请旨书送去的时候，满朝文武都在，所有人都知道我因为一个名叫柳寒烟的女人与你和离。你明知道我与她从未逾矩，何必如此叫大家揣测的？这种事情做与不做又有什么分别？从你分心的那一刻起，就已经是我们感情中的背叛者。你本可以大大方方告诉我你爱上了旁人，让我有选择离开你的机会，也不至于走到如今地步。哦，你以为我不想与心上之人长相厮守？我们在一起3年，京城人尽皆知，我必须要与你成亲，给你一个交代。如此说来，我倒是要谢谢你了，谢谢你骗我5载，谢谢你纵容别人欺凌我的女儿。我的身体始终忠贞于你，思想有那么一刻偏向了旁人，你就不能原谅我一次？我不是原谅你一次，而是每次想起来都要原谅你一次。你们的幸福不是我打破的，我的幸福却实实在在被你2人断送，最终却要我在废墟之上辗转1000万回，凭什么？我送走柳寒烟，你收回和离书，就当是为了易安。你没有资格提易安，若非你叫他伤透了心，我还无法下定决心与你一刀两断。不过话说回来，有空为他担心，不如多思量一下自己的处境。你做了什么？我自己守的像一只飞蛾扑火。我与夫人柳寒烟成亲5载，育有1女，夫妻恩爱。奈何九王爷横刀夺爱，威逼我签下和离书，还私藏我妻女于京城别院，日日私会。天子犯法，当与庶民同罪，求圣上为我做主啊！九王爷一向与王妃恩爱，不会吧？哪个男人不偷腥？只是仗势欺人、夺人妻女这事儿也太过分了。九王妃有一手做簪的本事，王府半数花销都是他赚来的，可九王爷却拿去养了外室。听说这外室还是尚书府柳大人的庶女。柳氏清流之家，就算是庶女，也不该纵容他这般败坏门风。休要再次胡言乱语！来人，拉下去！只手遮天，草菅人命，这京城还有王法吗？是你将他带来京城？京城贵眷谁不知我近日忙着赶制奉差，哪有功夫去北地寻人？人家无端丢了妻女，自是要来闹的，你说对吧，王爷？相伴8载，我竟不知你是如此恶毒。彼此，我也不知道王爷是这般夺人妻女，丧尽天良呀！你是儿姐，救我！我跟你们回去，你别碰我女儿。看，尚书大人也要清理门户了。说吧，到底要怎样你才肯罢休？我只想和离罢了，不懂王爷在说什么。易安也是我的女儿，你以为我不心疼她吗？但是我对不起嫣儿，我想尽力弥补我有什么错？何况吃亏是福。吃亏是福，那就请王爷多吃几口。
你的道理我都不懂，只知道我的女儿被他亲爹联手外人欺负了。你欺我骗我没关系，但碰了我的女儿就是不行。如今你被禁足在府，如何处置，还要那群老臣商议过后才能决定。而柳寒烟，她私德败坏，连累嫡妹婚配，只怕那大夫人不会轻易饶了她。你有什么冲我来，别针对她。这就心疼了。你说，若有一日他不得不与那夫婿重回北地，你怎么办呢？我从前觉得你心地善良，没想到竟是如此恶毒。自小流落在外，说真是个单纯无瑕的，恐怕早就被人吃干抹净了。可笑我将全部的善良给了你和柳寒烟，却得来你这样的报答。我真后悔在你摆摊度日的时候帮了你。哼，那王爷信不信再来一次也还是会帮我？哼，这么自信我会一次次爱上你啊？别说的那么冠冕堂皇，你爱上的从来不是我，也不是柳寒烟，你只是喜欢救赎别人的快感罢了。你要用这样的说辞来玷污我对你的感情？玷污？是你看不清自己吧？于我而言，你是贵人，为我指点铺路，让我有机会结交名流，让我的发钗被更多人喜爱。我敬重你，仰慕你，爱你，把你当做此生唯一的依靠。我想为了你变得更好，我想将一切做得面面俱到，告诉所有人，你当初不顾反对娶一个没有依仗的孤女为妃是正确的选择。可当我终于做到的时候，你却移情别恋，爱上了你曾经讨厌的柳寒烟。感情的事从来也由不得人做主。可你喜欢的是他吗？不是吗？你喜欢的只是拯救弱小的感觉。从前是我，后来是他。胡言乱语！你兄弟10人日日为了那储君之位争斗，你却做了个闲散王爷。不是你豁达，而是你知道自己文治武功都一般，争不过他。你自小在宫里便没什么存在感，一切都不由你掌控，所以你才喜欢用那权势地位来让我们感激你、佩服你。别说了！我曾困惑，为何你会对柳寒烟移情别恋？后来明白了，你只是喜欢那样愚蠢不懂得自救的女人，因为一点小利，她就会把你当做这世上最好的。说了，别说了，我让你别说了。欺负女人算什么本事？夜闯王府，陈将军是想开战不成？开战？放着皇宫东宫不闯，我闯你一个九王府，我有病啊！按理来说，你家务事与我无关，但江夫人正在为南国皇后赶制发钗，她若死了，我没法交差，不是？什么江夫人？她是九王妃，是吗？我记错了？前些日子不是请旨和离了吗？确实离了。只要和离的旨意还未下，你就还是我的九王妃。哦，圣旨啊，这个吗？怎么会在你这里？我方从皇宫出来，见公公大晚上的来宣旨，未免操劳，便帮他送一程。多谢，谎言和我们都到此为止吧。母妃，我们还有易安，你连易安也不要了吗？啊，易安愿意和母妃离开这里吗？易安，你劝劝母妃，只要她肯留下来，咱们一切照旧，好不好？啊！不好，父王欺负母妃，还护着萱儿欺负我。柳姨娘说，她知道要让母妃身败名裂，滚出京城。我讨厌父王。你看，孩子都比你清醒。将王晚，王爷还请留步。您如今被禁足，走出来可就是欺君之罪了。8年，人生有几个8年？你就真舍得离开？我已经在你身上耽搁了8年，再不脱身就要搭上1辈子了。崔正言，看在相爱一场的份上，放了我吧。可是我们是你和我，没有我们。江婉婉，我恨你！
你否定了他的深情，否定了他对你的爱与呵护，甚至直接否定了他这个人。江夫人是挺残忍的。陈将军原来也爱听墙根儿。没听墙根，我坐在房顶上听的。唉，清醒的痛苦着，还不如什么都不知道。他的痛苦不是因为清醒，而是无力改变现在。他享受拯救弱小的乐趣，沉迷被人依赖的快感，可结果呢？自己禁足在此，唯一能满足他保护欲的柳寒烟正在水深火热，他却无能为力。看得如此透彻，何故此时才走？从前是为了女儿，后来是不甘心就这么放过他们。那你会后悔吗？人生总会有很多让你后悔的选择，眼泪流干也回不到过去。恭喜王爷，这么快就解了禁足。今后是如何打算？做我一直在做的事情。确实变了。我从来都不曾改变，只是王爷从前看走了眼。你喜欢的是这开头之凤，美艳动人，装点门面，又能满足你的虚荣心。可这凤凰一旦起飞，你便不爱了。但生活不只有情情爱爱，还有责任。就算是为了怡安，别跟我提言，你不配。婉婉，我的女儿自然随我，她做不得摆设，也做不得取悦他人的玩物。时至今日，我不奢求你会心转意，我只想给怡安一顿健全的双亲，一个正常的家。我童年的确很苦，食不果腹。从前不明白为什么母亲宁肯流落街头，也要与父亲和离。后来我懂了，在看到你欺凌易安的那一刻，我忽然明白了母亲的选择，那是一种宁肯丢掉生命，也要将亲生女儿拖出苦海的勇气。你只看到了她的执意和离，却没有看到若不曾离开，我会是怎样的万劫不复。经历那样的艰辛，你还觉得你母亲的选择正确吗？正确，富足的生活与有尊严的活着相比不值一提。更重要的是，我与母亲不同，现在的我有能力护住我的女儿。怎么忽然想通了，要随我去南国定居？九王爷解了禁足，日日来叨扰，实在不胜其烦。他还不死心，性格恶劣了一些，但对你倒是当真深情。谈不上，或许是不甘心，或许是怕与我和离丢了面子。我这种难以掌控的女人，早就不配得到他的宠爱了。别，是他不配。哟，闹了半天，还是被带回去了。你的死活与我何干？蹄子又紧了是吧？赶紧跟我走！你爹都发话了，谁也救不了你。当初我向你安心，我假语不爱之，日日饱受身心折磨。现如今我落得如此境地，你满意了，你开心了。你的悲剧不是我造成的，你落得何种境地，我也不在意。柳寒烟，自你爱上崔正言的那一刻起，我们就再无关联。崔正言帮你和离后，你若肯安稳度日，我也不会与你为难。但你动了我的女儿，我从没想过要与你作对，更不想与你争夺什么是你先不管我的。文文，从前都是你护着我，后来他屡次出手帮我解围，在他的手语下，我和小娘的日子也好过了不少。如果你是我，会忍住不对这样的男人动心吗？我不会。我知道对不住你，我控制自己的感情，我拒绝崔正言的告白，我亲手将他还给你，因为叫你安心，断送了自己的前程。江婉婉，我为你付出了那么多，到头来只求你救我一命，你呢？刘寒烟，我不会再抱你。我恨你见死不救，恨你为了一个男人与我生分，而我从来都将你放在第一位。
赶紧走！小妈妈，我恨你！原来是我错了。没有人会一直做正确的选择，你又不是神，但你可以努力让自己的选择变得正确。我自小便知，靠人终是浮萍，唯有自己扎根，才能抵御世事无常。枕边人的移情，挚友的背叛，虽曾将我狠狠推入黑暗，却也让我清醒。真正的敌情，从不是他人的馈赠与陪伴，而是自己挣来的。至于怡安，即便没有父亲，我亦坚信我能护他周全，暖他岁月。老板，我的货呢？哦，在这儿呢。风带我亲吻你侧脸，若思念唤你回我那瞬间，月光又爬上相思的书签，行间云间都是秘密心浮现，若日落，未在你掌心蜿蜒。